嗨，各位 QVM 奢华美妆香水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也欢迎这个 Podcast 的朋友们。好消息，我们开始上 Podcast 不到1个月时间，已经从整个类别当中爬升到了前段班的位置了哦。所以感谢你的收听，谢谢你的支持。那我们今天一天介绍一支香水，请到了2位特别来宾，一位是 YSL 科诺斯，另外一位是伟霆的好朋友，这也是在我们这边香水买很多的 Chen， 好不好？ Chen， 你好。感谢 Chen 跟镜头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一下。嗨，大家好，我是 Chen。OK， 大家好。那 Chen， 我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他除了买很多香水之外呢，自己本身现在也是在从事各种活动的主持嘛，跟这个这个场面控制的对吧？来，那其他你自己讲一下好了，给大家认识一下。我发现他蛮会说的哦。还有就是在卖衣服嘛，卖衣服，对，卖衣服。所以你今天穿这件衣服是你在卖的吗？其实不是，这是我在去年有一个那个时装展买的。对，那它是台湾没有的牌子。OK， 对。所以你本身是在销售衣服这样。对，哪一类嘞？哪一类型？其实主要是帮男生自装，就是男生的从头到脚，帮他外形做变化。对，然后搭不同风格。是，那你觉得我还有救吗？好酷哦，造型师。老板很帅啊！我这衣服都乱穿的，所以我都没有到镜头前面，好吧？希望认识你之后，我会有一点改变啦。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支科诺斯。对，这支是 YSL 的科诺斯。那可不可以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最近大家都会比较常听到我们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香水，是，可能就是应该是说，除了目前台湾市场主流的，就是可能几支比较大牌的，像香奈儿 Blue 啊，然后迪奥的旷野啊，通常刚入门的男生就是要找香水的时候，大概就是这几支跑不掉这样子，对，或是可能再出街一点的是 CK1 啊 B 有没有？或是自由是这些，但有一些香水在国外其实一直都还蛮热门的，只是可能台湾没有那么知名。那我们就是想说，可以把这些就是引进来台湾给大家也闻闻看。是，对，我们就是可能少量先引进来，然后先把这个香水推给大家。那这支也是其中一支，就是我们觉得说它也很久了，它比我们刚刚介绍的 YSL 的黑鸦片还久。对，哇，这支是1981年。到现在的 OK， 对，黑鸦片男生是1995年嘛，对不对？所以这支是1981年，哇，也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停产，那表示它就是一直都有人在使用它嘛，对不对？如果说都没有人买的话，大概品牌也不会再去做它这样。是，对，我们就也很好奇说它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之前也没有闻过，对啊，这样子。白色的啊。我有点意外耶，本来以为它的瓶子可能就是大概跟它的啊之类的，对，外包装长一样，但没想到它居然是整个洁白的，而且它是直接喷诶，它没有任何的盖子，是吧？看一下，我没看过。那我们在直接喷，对，直接喷。来，边跟Chen聊一下，Chen平常香水都喜欢走哪一种香调呢？也是淡香水。你平常都喜欢哪一种类型的香调？就是如果平时上班喷的话，比较懒就木质调。对，就是很稳的了，不会出错的，比较不用怕说会不会有什么不适合。对。OK， 那你木质调，你喜欢这种厚重的木质调，还是比较喜欢轻薄淡雅的木质嘞？我比较喜欢轻薄的。OK，因为像我上班的话也。每一次来的客人，或者说我有时候在主持，那我可能还是会经过底下的听众，然后不想要给他们太强烈的感觉，因为有时候那个距离要抓，对，不一定是要不能攻击性太强，除非我今天是可能我是主讲者，才会带攻击性、侵略性强。OK， 所以你平常也会做这样子的场合跟角色的。香水的配合了哈，对，会看今天的定位跟要做什么。是，哇，那目前这一支，我觉得Chen非常的适合做这个 podcast 节目，因为他声音也很好听。对，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声音好听，没想到有另外一个男生声音也很好听。OK， 好，来劝这一支目前跟我们刚刚闻到的黑鸦片又不一样了哦。来，你先说说看，这一支你闻到了什么？我觉得这一支有点像，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有点像那种，洗完澡后，然后但是不是马上的那种味道，是可能你出来后，你的房间很干净嘛，是，然后有开冷气，对，然后这时候你可能滑一下手机啊，然后身上还有残留一些那种香味的皂香，那个叫皂香。对，这很厉害哎，他真的很会形容，就是洗完澡之后还在床单上面嘛，对不对？哇，那个时候皮肤是最干净的，对不对？所以就像这支味道，也很像它的外包装，纯白色的，对吧？好 ，Cindy， 这一支目前你闻到什么？一开始是那种很干净明亮的味道，但是它的味道里面还是带有一点那种刚毅的那种草香。我觉得比刚刚的鸦片的那个草香再更多一点，然后辛香其实也有。对，但是它整体会给你一种就是像我们那种很干净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它像好像刚洗完澡的感觉。是，有，它的皂香非常的明显。那而且我觉得还是有当年那个70、80年代的特色，全香，对吧？这次又更明显了，比较明显一点。对 ，OK。因为在那个年代，特别香奈儿 No.5 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要知道，常常有一个时期就是流行什么，那个时候各品牌就会把那个元素放进来，对，放进来。所以全香，你对这个味道熟悉吗 ？Chen， 你熟悉吗？我觉得这样讲，我不确定对不对，但很像是这个皂香，它不是那种一般的就是那个叫什么？不是那种奶香的皂香，是有点那种草本，对，草本，然后植物的感觉，会多一些。是，没错。那像这一支，因为你平常也会接一些案子嘛，各种不同的场合的主持。那像这一支，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呢？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穿这一支？我会在可能咨询的时候 ，OK， 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我们其实是会员制啊，就是帮大家打理外形的话，其实都是会员制来转介绍等等。对，那我们也有做那个定制西服。定制西服，对，就是全定制 bespoke。OK， 那像这种的话，我可能会喷这一支。对，因为我会穿西装嘛。对，那我穿西装的话，那当然西装有很多打法，可是西装的话，我可能会在一些颜色上选的是浅灰，或是那种那种颜色应该叫什么？偏棕色，但是淡淡的感觉，我会去配上这个，感觉还蛮合衬。那给可能来的人的感觉也不会那么的很强烈。对，因为我在帮他们会做量身。对，那可能会距离很近。对，他的背在这里，我这样量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会闻到我身上的味道。对，那我就会可能选这一支，是会多过于上一支。OK， 对，因为这一支就很像是一个衬底的感觉啦，对不对？今天的主角是来这里定制这个西装的客人，那我们只是他的配角，懂？那这一支有类似这种把主角衬托出来的那种感觉。那刚刚的黑鸦片好像明显我们反而是这个全场的主角的感觉，对不对 ？OK， 厉害。好，那这一支Cindy， 你会建议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时机点呢？这支如果说是用室内跟室外喷，我觉得这支也蛮适合在室外喷的。对，因为它的给我感觉是比较带一点活力感的。然后有那种空气感啊、活力感在里面，因为可能它这里面的醛给我的感觉是干净，然后明亮的，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在就是户外的时候使用它。对，OK， 好，今天这个Chen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镜头前，来到我们的频道，跟我们一起聊这两支香水，都是 YSL 当年非常经典的
那也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有持续在现在还是有在卖哦。对，好，那这两只落差也挺大的。好，非常谢谢今天你一起来，让我们有新的面孔跟新的不同的声音。那我们待会等到它后调转变的时候，我们再来一起聊聊它的后调。待会见，再见，拜拜。科诺特后调回来了，哇！赶快来先问一下 Chen 这一支科诺特后调有没有跟你的前调不太一样呢？我觉得好像没有差到非常多哎。对，它反而新香料更加的鲜明了，对不对？皂感有比较少一点哦，真的哦，我的皂感是更明显一些，真的啊，我的也是更明显，它也是蛮显，我觉得它蛮显香的，虽然它是带香水哦，但它的味道喷了，我们一开始喷了之后到现在不会退太多，是，而且它的全香也是一直持续的，还是一直在呈现，对吧？OK， 好，那先让 Chen 讲一下，休息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后调目前怎么走呢？会有什么特色的地方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它跟一开始的反差没有那么大，那就是刚刚说那个皂感更明显一点。那我觉得它的味道会很像是从因为前面讲说是刚洗完澡出来，然后在床上休息时候的那个感觉是身体散发的香，是。但我觉得它现在变得有点是房间的那种香味。OK， 对，就房间是比较像那种日式的那种房间，然后很干净啊，对，平和，然后可能里面还有那种小电风扇的声音。哎呦，对，哇，你真的很厉害，它真的有那种日式房间的味道哦。对，只是有没有挂电风扇，这个你还是比较厉害一点，连电风扇都出来了。有可能我的想象是有啦，有，我喜欢电风扇吧。是 OK， 那请问是哪一种类型的电风扇？是悬吊在上面那种大叶片的，还是旁边110插电的那一种的？我的想象是小台，就是在角落，对，缓缓，然后会有一点像白噪音感觉的那种，就是会让你感觉是你回到家这里你就是很放松。是因为我们现在旁边有一台电风扇，是，应该是那一台正在突然推过来，可能是被这个影响，因为刚刚没有对着我，对，现在吹我就感觉我蛮喜欢电风扇，有电风扇吹给你，是 ，OK， 我被那个影响了，对，我被影响了，好，但是有那种放松的气氛在里面，对，所以从前面呢是洗完澡躺在床上纯白干净的，到现在变成是一个日式房间的，对，视觉画面，对，相当厉害 ，Cindy。那这一支后调呢？我觉得这一支蛮特别，是它的刚味道说没有变化太多嘛，但是我觉得在我身上，不知道是因为我刚刚一直在走来走去、跑去的，所以它现在的香气，对我来说，我觉得更显香，比刚喷的时候还显香。是，然后除了刚的那种皂感，像洗完澡的皂感之外呢，又有点就是带一点体温的香气，就是有那种更闻起来更真实，更像你的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因为已经融合了我们的体温进来了，所以那个味道是带有温度的感觉。对。然后我这一支有职业可以说的，我觉得像飞行员飞行员。对，因为给我一种就是飞行，然后很自由的感觉。然后但是因为它味道除了刚刚说有带一点皂香加体香的那种感觉，温度体香的感觉之外，它又有一点金属的那种味道在里面。有那么一点，是，就联想到那个就是以前比较90年代有那种飞机是那一种比较，我知道上下叶片是上下的，对，很像蜻蜓的那一种飞机。那个阿汤哥自己有一台，对，类似那种，不是现代的哦，就是比较那种，就是可以自己开出去，然后前后2个人坐。没错，莱特兄弟后期。对，可能是或许它的味道也是会带给我们比较有以前的复古的那种历史的感觉。OK，
原来是上个世纪的飞行员的味道。哦，不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想象。好，那我们每一次最后都会来给这一支一个分数。那我们当然要给全新面孔倩来帮我们做个评分，以你素人的评分，好不好？素人喜欢多少就说多少，没关系，不要受我们的影响。好，喜欢多少？我觉得这一支我会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在7.5。OK， 对，7.5，我自己个人，对，因为刚刚讲的，我觉得它比较是一种，回到家后那种有安心，然后跟比较让你静，然后心情上转换的感觉。对。那我个人的话是对，这种感觉是比较没有那么被吸引。OK。对。那如果你是喜欢比较平静，假设你是一个喜欢看画展，或是看那种比较安静的图书馆的话。那可能这支会蛮适合。了解，静态的反而合适这个了。但我静不下来，对，所以我可能跟他比较没那么合。OK， 说得好，我们需要这些这个素人真实的分数了。对。今天非常谢谢 Chen， 这个透过伟霆的推荐，他连自己今天要上镜头自己都不晓得，好不好？他整个是被伟霆骗上来，然后一直在旁边侧录。对。但是真的是很厉害，表示平常就有在接受这个台上的训练。我们也是很喜欢这种，就是更多这种比较真实的、直觉的声音，对，就是闻到什么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希望你有机会多常来，因为你在桃园，那有机会的话多常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转换一下场景，上镜头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对香水的热爱跟喜好。再次感谢Chen，谢谢你，谢谢 Cindy， 我们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